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他有248020个大盲，然后他选择直接全下，他就很有自信的告诉我说，我有246000，我根本连问都没有问，因为我拿 AK， 所以我就很明确的就是1秒就跟住了。然后他看他摊牌，他是超傻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。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，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$500的战队福利。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，还可以额外领取$10的锦标赛基金。活动时间有限，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现在我们人在柬埔寨的 PokerStars 的现场比赛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参加第2天的赛事。在跟大家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哦，就是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线啦。EV 实验室除了它有扑克文章跟扑克新闻之外呢，重点是有订阅影音服务。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我打线上的决赛桌，做一个即时的讲解，并且用一些电脑的分析手牌软体的话，那记得到下方资讯来观看一下这个 EV 实验室的网站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看到这个现场要今天要参加的是 Day 2是一个开幕赛的第2天的赛事啊。那跟大家讲一下我在第1天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啊。第1天的时候呢，我参加了 A 组，我筹码量非常的多，然后呢就2手牌啦，一把呢面对前面的玩家直接全下20个大盲，然后我在中间的位置拿 AK 跟住，然后输给他的 A10，让我的筹码量损失了1半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拿一对 J 加注，然后面对别人拿 QJ 不同花，直接 all in 超过20个大盲。那我一对 J 呢也输掉了。出局了之后呢，又立刻报名了 B 组，运气很不错，然后该赢的都有赢，然后有一把代币别人。所以呢，打到了非常好的筹码量，尤其是在这个泡沫阶段的时候呢，也是我淘汰了泡沫玩家。反正我们就是以219000的筹码量晋级第2天的赛事。第2天的赛事呢，有299位买入啊，所以呢，大约剩下10%左右，大概应该剩下不到40位玩家了，我猜。好，今天呢就会打完。那等一下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我准备去打比赛。那如果说等一下有一些精彩的手牌的话，我们在休息时间跟大家做一个手牌讲解。那就先这样，大家拜拜。现在是我们 Day 2的第1个休息时间，跟大家讲今天 Day 2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。好，首先呢，就是这比赛蛮特别的，就是桌上有一位30几万的玩家呢，他是 C 到，那这会导致桌上很多的玩家呢，这个策略会稍微不一样，尤其是当这位玩家他在盲注位的时候呢，代表是没人可以抵抗他的盲注嘛，所以大家的加注范围会稍微宽一点。好，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。首先呢，第一把牌马上就遇到这样的情况。low 价位的玩家加注，那我在小盲位，我有一个 K10不同花，大盲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位，他不在位置上，所以我知道这位玩家加注范围非常宽的时候呢，我的小盲位的 K10，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抵抗盲注的概念。那我觉得跟注呢是非常的好，原因是因为我压制了他 low 价位的范围，就蛮边缘的，但我觉得呢应该是还蛮正 EV 的。好，所以我选择了跟注。low 价位玩家他有12万的筹码量这个时候盲注是2500，我比他多我大概有20几万。翻牌是987，2张方块，1张黑桃，然后呢底池34000我们2位玩家都过牌这个时候转牌是1张黑桃10代表说我中了一个顶对。那同时呢也是一个4张成顺的一个牌面就是有6或是有 J 都是顺子。那我的范围里面其实会有一些 KQ、KJ、QJ 的手牌范围，有一些顺子的组合或是2对的组合，我可以考虑下注。但我觉得一个对子很明确的就是一个摊牌价值的手牌，所以我 K10呢就选择了过牌这位玩家也过牌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我的手牌呢很大的几率会是最好的手牌。合牌是1张方块 A， 代表是正门花出现，又是1张高牌 A， 我过牌。对手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下注2万那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会不会有炸？有可能尤其是他如果说有一些手对，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转炸。但这位越南的玩家其实是一个比赛的常客，我蛮常在很多赛事中遇到他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蛮困难的。如果说我今天手中有更好的2对或者是顺子的话，当然我就不用想。我觉得比较需要想的就是一个对子这种手牌。那我决定选择抓炸，他一定有机会拿一些没有趴的手牌，比如说 KQ 或者是一些小对子，或者是一些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随机的牌去炸。我跟住，然后看到呢，他是 A9 2对，也就是他知道他的2对呢是可以价值下注。那我觉得他选择下注尺寸跟手牌，我觉得都挺不错的。抓炸虎失败输了一个小底池。再来是一个
翻牌前的 all in 的状况，在2000、5000的盲注级别，7人桌的 UTG 选择了直接 all in 87000。然后弃牌到我在大盲位，我有 KJ 同花这手牌，它直接 all in 的17个大盲，我觉得 KJ 同花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。我认为我的跟注的范围可能会是对7以上，或者是 AJ 同花以上。那除此之外的手牌范围呢，都应该是明确的弃牌。好，所以我就弃牌了。先讲到这边，好，我先回去打比赛，等等再说。接下来呢，是在3000、6000的盲注级别 ，DO 位有12万的筹码量，选择加注到12000。那我在大盲位，我有25万的筹码量，我拿一对 K。虽然说是20个大盲有效，但是我不会考虑直接 all in。我觉得做一个小一点的3次下注呢，还是可以拿到最多的价值。选择3次下注到36000。那这个对手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觉得可能我的范围很宽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想。然后他就直接 all in 啊，直接 all in 12万，大约是20个大盲左右。那我是一对 K 嘛，所以我就很轻易的跟注。那 CO 位摊牌它是 A10不同花，啊翻牌是 K93 乘3 River 2啊，所以我就成功的把这位对手给击倒了，增加了12万的筹码量。好，下一手牌呢，蛮有意思的状况哦，是在3000、6000的盲注级别哦，大盲位的玩家呢不在位置上 ，CO 位的玩家呢原本要加注。那他丢错筹码哦，他原本要加注到12000，但是他只丢了2个5000。那丢2个5000的话，就等于是只是跟住这个6000而已。我在小盲位，我有 Q6方块。那我认为这个手牌呢是非常的适合去平跟一个3000，因为我确定知道会看到翻牌啊，因为大盲位不在，所以我跟了3000之后呢，看到一个翻牌，翻牌是 Q22 2张红桃，底池24000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我比较弱的 Q 呢，可以有一个过牌策略哦，原因是我没有位置。所以我选择了过牌 ，CO 位的玩家选择一个最小下注6000。我这边会希望加注的手牌可能会是一些更好的 Q， 或者是一些有2的手牌组合。那当然搭配的炸胡呢，可能就是一些2张红桃，我觉得都是蛮适合的。所以我当下呢选择一个很轻易的跟注，转牌是一张8，底池36000。这时候我继续过牌啊，对手也过牌。合牌又是一张红桃8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很确定我的 Q 的顶对呢会是最好的手牌。问题是我能不能够拿到价值？也就是说，我今天下注的时候，对方要有跟注比我更弱的范围，才是一个好的价值下注。那我认为我今天可以选择下注一些，比如说 Q10跟 QJ， 原因是因为我还可能领先他一些什么 Q7 同花啊、Q9 同花啊之类，就是踢脚比较好一点的 Q。那如果说今天我有2的 Full House， 那我也有可能会选择下注，同花也可以下注。假设我有今天随机的一些8后门 Full House 的组合，我觉得也可以下注。总而言之呢，最弱的 Q 的顶对呢，非常的适合放在一个 check， 然后去抓炸胡的一个范围。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过牌，DO 位的玩家也过牌，然后他看到我摊牌之后呢，他就弃牌了，这就赢下一个底池。下一手牌呢是在4000、8000的盲注级别，小盲位 all in 7万，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 A10不同花，他在这边 all in 7万的话，大约是9个大盲。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跟注范围大概长什么样子。我觉得任何的对子，任何的 A， 任何的 K 啊，任何的同花 Q， 不同花的 Q 大概 Q7、Q8不同花，然后2张10以上的牌，90同花、10J 同花、89同花我不确定，那90同花以上呢应该都会跟注。跟注范围大概是长这样子。那我是 A10不同花，当然非常非常轻易的跟注。对方是 A8不同花，那他的牌呢本来也就是应该 all in， 然后我的牌呢本来就是要扣，所以就是双方都没有打错啊，就是我运气比较好。然后呢，翻牌是922 turn K 入了10，我就赢下了一个7万的对手的筹码。现在手牌是5000、1万按钮位的玩家呢，他选择了直接 all in 94000啊，94000大概是9个大盲。然后这时候到我在小盲位，我有 K6不同花。那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虽然说他是bottom位对上我是小盲位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单挑。小盲位 all in 很宽的范围，我大盲位应该要跟什么牌，我在这边就应该要跟什么牌。所以我认为 K6 呢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范围，就跟上一手一样，我刚刚讲的内训范围啊都要跟住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跟住。然后呢，对方开牌了，对方是 A10不同花，我是 K6，所以这手牌呢，就让我损失一点筹码，但是我非常满意这个决定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单挑的情况，5000、1万的盲注级别，我是小盲位啊，这个时候我的筹码量非常的多，我有50万的筹码量，选择平跟，我是 J4不同花，大盲位他的筹码量有24万，他选择过牌。翻牌是 JJ2 彩虹面，底池3万，我可以有一个混合策略，尤其是我有一些3条非常非常弱的踢脚呢，我希望可以放在我的过牌范围里面，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过牌，对手也过牌，转牌来一张6，
这个时候呢，我的3条呢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要下注拿价值哦，因为我不会再选择过牌这样子的手牌。如果要再过牌呢，我觉得任何2的对子或是6的对子都比较适合拿来做过牌的一个策略。所以我当下呢，底池3万，我选择了下注15000，大毛会跟住。那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8，底池6万，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的手牌。选择的下注尺寸呢，2种选择，一个是大，一个是特别大，就是这2个。当下我觉得，如果它有一个6的对子或者一个2的对子，6万啊，大概是一个极限啊。如果我今天要炸胡，我觉得6万差不多也会过。如果6万不会过，大概也不会过了。所以呢，我当下呢，我就选择下注的一个6万，然后对手想了一下，他没有想太久，当然就选择了跟注，我就摊牌嘛，我是3条 J， 所以我就赢下一个还不错的底池。下一手牌精彩，我有60万的筹码量，我在 CO 位我拿 AK 选择加注到25000。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他有248000，20个大盲，然后他选择直接全下，他就很有自信的告诉我说，我有246000，我根本连问都没有问，因为我拿 AK， 所以我就很明确的就是1秒就跟住。然后他看他摊牌，他是74方块，超傻眼，看不太懂为什么会74方块选择 all in 20个大盲，他就说，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丢脸，那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关系，反正是他的钱，他想要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好，翻牌是 Q55 2张方块啊，转牌1张方块 K 就输给这个对手，对手击中了一个同花，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6，所以这手牌让我损失了24万、25万的筹码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本日的最后一手牌是 CO 位的对手选择了全下138000的筹码量。那我们先想它的范围。我觉得它的范围大概是所有的对子啊，所有的同花 A， 大部分的 K10 2张10以上的手牌，我觉得都可以直接 all in 这样的范围。然后呢 ，bottom 位的玩家，他的筹码量非常的多，他有90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跟注。那我认为 bottom 位的范围呢，大约是1对5、1对6以上的对子，比如说 A10不同花，然后 KQ 同花之类的手牌范围。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，我在大盲位我会 all in 的牌啊，我有37万的筹码量，大概是1对9以上跟 Ace Queen，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正 EV 的 all in。当下我看到我的手牌啊，1对 J， 当然是很明确的 all in。我 all in 之后呢 ，bottom 位的玩家也跟住。所以是一个3人 all in 的情况。第2位是 A9 不同花，bottom 位是 QQ， 然后我是1对 J。这手牌呢就很遗憾了，30个大盲1对 J 啊，就淘汰出局。所以呢，今天的牌局呢，我觉得都处理得很好啊。就关键的2手牌啊，第一手牌就是 AK 输掉了，然后第2手牌是 JJ 输掉了。所以这次的开幕赛呢，总共有299位玩家哦，获得的是第19名哦，807美金，哇，超多，807美金，可以吃一餐好的。反正就是这一趟呢，就是刚开始啊，第一天，重点呢是明天的 National 就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赛事，然后它的报名费呢是800美金，预计呢它会有一个保底10万美金，所以应该会蛮多人的。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扑克手牌的问题想问我的话，欢迎到下方资讯栏到这个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，我们会不定期的挑选一些有意思的手牌，然后做影片回复给大家。好，我是小 P，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分享，大家拜拜。